你有没有这种矛盾的时刻？你相信神掌权，但你还是很焦虑，嘴巴说神会带领，心里却想完了完了，这次不行了。一边唱诗歌，一边滑手机看坏消息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信仰在脑里，焦虑在心里？那问题来了，如果神真的做王，为什么我们的内心还是这么不稳？今天我们来看诗篇97篇，它不只是说神作王，它会告诉你为什么你明明知道，却还是活得像不知道。诗人开场直接说，耶和华作王，愿地快乐，愿众海岛欢喜。注意这里的逻辑，神作王，人应该快乐，但我们的现实是神作王，理论上人却焦虑，实际上问题出在哪？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，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。这里很关键，神的同在不是总是光亮、温暖、疗愈，有时候是密云、幽暗，也就是说你看不清楚，但底下的基础是公义与公平。换句话说，你可能看不懂，但神没有乱来。诗人用很强烈的画面，火在他前面行，闪电照亮世界，大地震动，诸山如蜡融化。这不是温柔风景，这是压倒性的主权。意思是，神不是在努力掌权，他本来就掌权。诸天表明他的公义，万民看见他的荣耀。然后说，一切侍奉雕刻偶像的，都必蒙羞。这里点出一个问题，人很容易把安全感放在别的东西上，金钱、成就、人际、科技，这些其实就是现代版的偶像。但诗人说，这些终究会失效。喜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，等一下，判断也能让人开心。通常我们听到审判会怕，但这里说义人会欢喜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公平终于被修正，这是很多人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东西。这里突然变得很直接，你们爱耶和华的，都当恨恶罪恶。很多人喜欢爱神，但不太喜欢恨恶罪，但这两个是绑在一起的，因为你爱什么，就会讨厌破坏他的东西。他保护圣民的性命，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。注意，神的保护不是让你完全没有敌人，而是在敌人中仍然被保守。散布亮光是为义人，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。这句话很美，光不是等你看到才存在，是已经种下。有时候你还在黑暗，但光已经在路上。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，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。这里的关键是靠耶和华，不是靠环境好才喜乐，而是即使环境还没有变，你已经有喜乐理由。这篇诗其实在处理一个矛盾，理性神作王，感受我很不安。诗篇97篇的答案是，你不安不是因为神没掌权，而是因为你还在用眼见判断世界。我们每天都在被资讯影响，坏消息、负面预测、不确定未来，很容易让人觉得事情要失控了。但诗篇97篇提醒，真正的现实不是你看到的全部。诗篇97篇不是在告诉你不要害怕，他在告诉你，你为什么可以不害怕。不是因为世界变简单，而是因为那位掌权的神从来没有离开宝座。所以问题不是世界有没有变好，而是你相信谁在掌权。